这是你我熟悉的大甲溪，200多万年前，这里是一片茂盛森林。若非地震、河流冲刷、风吹雨打，没人知道溪床底下深埋一个远古世界。岩层谱写的台湾自然史如何翻越，时空穿越100万年，至今人们还在寻找消失的台湾古巷。透过化石标本的证据上来看，在距今1万多年前，台湾还有古象出没，从此之后陆续销声匿迹。不过就在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，有一位古生物学家，他能解读化石所隐含的生命印记。化石就是一种蛛丝马迹、断简残篇。那古生物学家就是把这些蛛丝马迹、断简残篇，把它给拼凑起来，希望回复它过去的一个面貌。没人能让古象复活，但张君祥博士却有办法复原这些史前巨兽。像我们有好多段的这个门齿，我们就试着就把它顺着它的这个轮廓，把它给拼凑起来。那缺的部分，我们就用石膏白色的部分把它给补配起来，我们就可以了解原来一个完整的一个象牙它可以有多长。在反复的比对分析、补配、修复之后，古象的轮廓逐渐诞生。借由这些完整大象的这些轮廓作为原件，我们再把复制品给翻制起来，让它整只站起来。张君祥博士口中重新站起来的史前巨兽就是它。高3.7公尺，长约7.8公尺的古灵齿象，耸立着气势非凡。科博馆是全台唯一可以看到完整古灵齿象模样的博物馆，而这只更新世晚期的陆地霸主，最大的特色就是它们的牙齿。所以我们看它单一颗的牙齿，它有好多个齿板组成，而这每一个齿板看似菱形，像一个 diamond， 像一个钻石的形状。它每一边每一侧这6颗牙齿，它不会同时长出来，而是像输送带一样由后往前推，一颗接着一颗长出来，轮替使用。所以当它使用到最后一颗的时候，那其实代表它年纪已经很大了。大象的2颗门齿和臼齿加起来，一生共有26颗牙接续使用。若想分辨台湾古象种类，牙齿的区别就是参考之一。当古灵齿象进食的时候，会造成齿板磨蚀，中间扩大呈现菱形，因此称为古灵齿象。剑齿象的齿板较宽，类似8字形；猛犸象的齿板则呈现平行片状。透过齿板形状，可以判断是哪种大象。但刚被发掘的化石肯定不是这副模样，谁能让它们恢复原貌呢？新北市土城有一位化石清修高手，他带领了亚洲唯一的古生物修复团队。我们在博物馆里面看到的化石标本有很多都是出自于他的团队。若想解读化石这个大自然的时空胶囊内藏有的珍贵信息，就得请他出马。化石就像是在帮地球写日记，每一页沉积岩翻开来，它记载着一页一页46亿年来地球的生命演化史。想要知道化石原本的样貌，清修是第一步。这是古灵齿象，然后是在澎湖沟捞上来的。那你猜猜看，这是哪一个部位？
哪一个部位啊？我知道这个部分的话是古灵齿象的牙齿部分，对不对？答对了。然后这是我们从他的牙齿判断，然后还有包括这边，这是他头后的枕骨的部分，所以我们很清楚知道这是他的头部。我们在海里面发现的化石啊，它原本不是长这样，这已经经过处理过了。那它原本是什么样子呢？原本是长这样的，因为它捞起来以后啊，因为它一定会有很多海洋生物附着在上面，这样，那上面可能会有贝类啊，会有珊瑚或者苔藓虫类的附着在上面，那这些附着物我们就要把它清修掉。萧宇富将附着在古灵齿象肩胛骨上的海洋生物大面积刨除，每一步都要小心翼翼。你只能用震荡的原理去做这个骨骼的剥离，你不能用研磨的。但是你看我现在直接碰到这个白色的这个海洋生物，我事实上没有碰到这个骨骼。原来大部分的化石存在于岩层当中，而这种岩层又叫做沉积岩，是一层层排列堆叠而成。遇上不同种类的沉积岩，要有不同修复方式。而要想知道当时的时空背景，要进入最后一道程序装架，让史前巨兽重新苏醒。高2.8公尺、长5公尺的西伯利亚冰原猛犸象，经过繁琐的组装程序，栩栩如生地出现在眼前。透过复原古生物原貌，能更清楚了解生物的演化。但除了化石之外，动物的骨骼和标本也是重要的历史见证人。国立台湾博物馆的土银展示馆中，有具亚洲象标本，叫做阿佩。人们早已忘记阿佩这一生曾经历的冒险传奇。来自缅甸的阿佩参与过2次世界大战，是个不折不扣的战争英雄。民国36年，孙立人将军奉派到台湾，阿佩与林旺也搭船来到高雄凤山。文献记载，阿佩是林旺的伴侣，但在70多年之后，解开阿佩的性别之谜。那骨头一般来讲，我们可以从它骨盆。骨盆的那个中间那个开口的那个形状，如果说它的上下的长度比左右长度还要大的话，那这应该就是一个公的。一般来说，还可以透过象牙辨别性别，公象象牙较长也较粗，但因为阿佩象牙较细短，在当年被误认为母象。它非常年轻，所以它牙其实非常的小，然后又短，甚至于说，如果一只成象的话，它的牙至少直径可以超过接近10公分，可是它的直径大概只有5公分不到。那为什么记录成母象？其实不太可考，但是现在至少说给它验明正身，它是公象。幸好透过骨骼标本，让科学家有了新的发现，解开超过1甲子的谜题。博物馆里的化石，让我们得以一窥神秘的史前世界。而台湾地底下究竟还有多少象群化石，也等待人类继续发掘，找回真相。